李姐，我在上海学了一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那我现在炖着呢，一会儿你尝尝。那我可得好好挑毛病了。哎呦，真……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是呀，我是挺好的。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是吗？说要合纵连横，还要收购 TF 呢。哦，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个张海潮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强，林夕，你怎么越来越沉默了呀？那当然啊，领通啊，毕竟是他的事业啊。哎，你这话说的，谁不知道呀？领通这几年的市场都是你打下的。不能这么说了。不过这些年啊，真的忙忙碌碌，确实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你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夕了。是吗？你不觉得人生很无常吗？亲人、朋友，说再见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可突然哪一天真的想再见的时候，就却再也见不到了。你这说的我，难受啊！你最近参加葬礼参加多了吧？哎呀，好了好了，影响你了。哎呦，真是的。哎，谁啊？我去看看啊。哇哦，叶翠女士这品味 ，very classic 啊！喝茶。我听说你这趟来是为了参加教授的葬礼啊？看来你对海潮的关心真是超乎我的想象，连我来做什么的都打听好了。没办法，控制不住自己那个好奇心。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手下败将。Brian， 输了就是输了，输了就要认，只有认输才有可能逆风翻盘。黄林熙，你这是在教育我吗？当然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其实是一类人，不爱认输。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认识张海潮，他当时根本就不理我。是我拼命的追，拼命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当时我做这些的时候，从来就不问结果，也不求未来。我想做人跟做事业应该是一样的。你这是拿你的大学爱情故事教我做人吗？我没有，我只是劝你认输，从头再来。林夕，你应该很清楚，张海潮今天有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开给的。如果不是我单手捧他作为 TF 的 CTO， 如果他没有 TF 的背书的话，如果他没有这些，他一样会成功的。说白了，你们在国内的角逐，就是观念的角逐，格局的角逐。不但你输了，其实我也输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并没有那么坚定地支持中国标准。这当中我们吵了无数次的架，所以我想他一个人在坚持的时候，一定是很孤独的。能在极致的孤独里，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之拼命的人，如果他不成功，那就没有天理了。啊，今天有了大道理啊。反正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来了美国，就多待一会儿吧。好啊。
黄总，张总还在没日没夜的工作。谢谢你，我知道了。您还是劝他多休息休息。刘涵总的例子就在眼前。米兰达一句话说得对，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更重要。我会劝他的，你自己也多保重啊。好。我让你来跟我一块捡花，你怎么一动不动的呀？都快大中午了，都还呆坐着，你怎么回事啊？自从刘涵走了以后，海潮就跟不要命似的，每天都拼命工作，好像要把刘涵的人生扛在自己肩上一样。这也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个爱扛事儿的人嘛。你劝劝他呗。我也没法劝啊，我们俩最近沟通本来也不多，他都快把自己锁起来了。周先生啊，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企业家最后的归宿就是孤独，无尽的孤独。可能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内核是一模一样的无尽的孤独。恭喜你啊，你的先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企业家。你看香吗？香。海潮，爸爸，我想全面收购 TF。现在？我希望你帮我游说 TF 的股东。从哪个角度？中国标准。明白了。谢谢老婆，你辛苦，早点休息。好。你们这听上去越来越不像夫妻啊，有点像合作伙伴。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像我这样的人，要是敢说我自己不开心，那我肯定会被别人说我太矫情。我可不敢矫情，干活去了。好。What do you mean she's no longer head of sales? Are you sure? Yes, I am. We can do nothing to her according to the antitrust law. Who is head of sales now? Jiang Wei. Since when? Before Huang Lixi came to the States, Li Dun has done the personnel adjustment. They just didn't announce it at this point. It's not a problem. We know Huang Lingxi was head of sales. And during her time as head of sales... We did investigate. During Huang's term of office, she didn't do anything against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FBI never investigates somebody without a tangible reason, and federal court never wastes taxpayers' money to sue a company without a solid evidence. I understand. I'll think of something.站在那干嘛？我看你聊得很专注，我不想打扰你。你是不想打扰，还是不同意我的做法？都是。我觉得你疯了。你有看邮件吗？董事会让我走人，我走人意味着你也走人。黄林熙正在游说着我们的股东，凭什么？即便如此，你的手段必须得上得了台面。黄林熙借 ATF 转做中国标准的导航通讯芯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说服董事会。黄林熙已经提出过的方案，我再提出，在股东面前我还有任何的价值吗？ Use your brain, man. Come on. 我想清楚了，我们一路走来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过于体面。我们以为商战就是股票战、技术战，其实商战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表现。You have to think. 那想怎么样？绑架、诬陷、谋杀，这些只会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桥段。
不可能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啊！那如果出现了呢？那你就会失去全世界唯一支持你的我。我早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谢谢你提醒我，让我知道我们之间友情的意义。Brian， 没事，祝你好运。这不是高健吗？对啊，什么意思啊？乞讨？夸张了，就是一个流浪歌手。怎么会流浪歌手呢？他不是去伯克利了吗？艺术家哪有那么好当呀？他马上要来找我，找你干嘛？找我包装他呀，以清华才子流落街头的噱头，让他成为真正的歌手。那你答应了？正在评估嘛。怎么评估呢？国内经纪公司评估呀，又不是我。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周先生这么教我的。如果呢，这个综合评估下来还行，哎呀，我就是随手包装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呢？为什么？为了要成为中国最佳前女友呗。付出型的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我再也不会那样了。我只会权衡利弊。哼，你最好是那样的人。你要是的话，你就不会宣之于口啦。我劝你还是小心点，你别又被他忽悠了。我现在才不会呢，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哎，了不起！哎呀，真想不到。喝茶喝茶，人生真是奇妙呀哈。哎，叶总，要不你就把我签了吧？这我包装包装还是很有潜力的。我看您这身材管理都做不到，恐怕有点难吧？您肯见我，说明我就有机会。哎呀，我这评估团队说呀，清华、乞丐、流浪歌手，这都是非常不错的点啊。评估团队都有评估团队了，这你厉害的。怎么着啊？你不服气啊？我那小翠，也是苦日子里过过来的人。我刚开始做一贝厨房的时候，我凌晨4点钟就起床，我每一碗卤肉饭的每一个猪毛都是我自己扒的。你有这么能吃苦吗？你的音乐有这么细致吗？我什么都敢干呢，林夕卖摇臂机器人我也帮他去卖，然后回到厨房我继续折腾。你有这么敢拼吗你？好久不见。哎呦，哎呀，老板，你看一点都没老啊！哎，进来喝一杯。啊，来吧。倒买倒卖的事情你知道多少？我不明白您说的意思。我说的是 Jupiter 那批设备。哦，那得问小翠呀。我就想听到这句话。我也想得知更多的信息。如果你能让我得到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这里有一大笔钱等着你。FBI，
领通董事会本来就觉得我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更是建议海潮让我滞留美国，打完官司再回去。只有这样，领通的股价才不会受影响，损失是最小的。领通可以没有我黄灵溪，但是不能没有张海潮。林谢，刘律师来了，他把文件带过来了。好，黄律师，这是为您起草的离婚协议书，谢谢。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海潮。哎，老婆。律师的建议是，让我们离婚，因为这个官司真的不知道会拖多久。我想着，我妈的情况也好一些了，我们就……我不离婚。我妈现在情况稳定了，那要不，我就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你把妮妮给我送过来。那也不行。怎么了？舍不得啊？是，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女儿。我要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那你就要来美国打官司，打一场不知道多久才能结束的官司。你走了领通怎么办呢？有些话，如果你不忍心说，那就我来说。领通有500个员工，那就意味着背后有500个家庭，而我们这边就只有我黄灵溪一个。海潮，我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绝不会拖你后腿的。东升，我请求你出来一下，到江边。有句话，我只想对你一个人说。我想跟你聊聊孩子。那你小心点儿，你说错一个字我就打你。你知道的，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只是同学，还是朋友，还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战友。他走了，我到现在心都还是痛的。我拼命的努力工作，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因为我自己一闲下来，我就会想起他。我忍不住的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的努力，甚至于想起他的求生。我不相信，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想完了，我才突然发现，
是真的失去他了。对不起，董事，对不起。以前的我只知道努力，只知道自己很厉害，只知道事业很重要，我就忘了我们都是人。直到韩子倒下了，我才反思我自己。他是个人，他怎么可能不累呢？我是瞎了吗？我怎么可能看不见呢？我是个傻子吗？我是真蠢啊，蠢啊！人被欲望裹挟的时候，就是个神经病，你懂吗？韩子的死，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我觉得我活该，我活该失去了我最好的兄弟，我活该去死。死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他，根本就应该是我，你明白吗？我当初应该坚持我的决定。我好像回到我们创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多开心啊！现在回头想想，你说你想做互联网，你想用互联网融资，也是没错的。你说只要拿到入网许可证，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也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是我一意孤行，我没有把自己当人，我也忘了别人也是人，我没有你有人味儿。现在忏悔有什么用？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所以我并不真正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后来大学的时候有了你们，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亲人，有了温暖。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们比事业重要，比领通重要。我心里边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行为上并没有做到，我做不到知行合一。这几天我甚至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以前我以为自己的好，就是愚蠢的自以为是？因为真正的好，应该是懂得珍惜，懂得体谅。东升，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决定了吗？我决定了，我要辞去领通 CEO 的职位。海潮，你要想清楚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如果是为了黄灵溪、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一套情节，特别不适用于现在，你不能现在离开。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那么领通是不是就没有明天了？领通的500名员工是不是就没有保障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百年企业，他们历经时代的更迭，领导人的更替，依然还是屹立在浪潮之巅。这样的企业，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成就，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轰然倒下。这样的企业，
一定是最尊重人性的企业，一定不会没日没夜的让员工加班，一定会去度假。我把领通带到了今天，我相信我们的领通已经非常成熟了。我现在经常在想，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企业经久不衰，越来越伟大呢？我想，应该就是合理的制度和持续的创新。可是，如果人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持久创新呢？怎么可能创立一个伟大的企业呢？全世界最伟大的创意和产品，都是极其精通人性的，都是在轻松自由的氛围底下，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我不是这样的 CEO， 我精通技术，但是我并不精通人性。如果领通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认为到了更换掌舵人的时候了。海潮，领通也算是你一手打下来的江山，你真的舍得吗？我了解海潮的不舍，刘涵的过世令他痛心疾首，也让他更深入地思考责任。作为企业家，他自然不能让领通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作为普通人，他也有责任保护家人。海潮选择的路从来都是最难走，却也最稳妥的一条。即便令他自己面对万千荆棘，这一刻我明白，海潮不会真的离开。即使从此光环不属于他，他也会倾尽所能，为国家的芯片事业努力奋战。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比我更合适的 CEO 人选。纵观领通当下的境遇，有能力带领领通继续前进，又对这家企业充满感情的，只有东升。东升为人处事愈发稳重，懂得利他之心，才能走得长久。领通是他年轻时热血的梦，更是承载着他沉淀后自我实现与报国的航母。数年的境遇也让他明白，脚踏实地的道路不是最快，但一定最坚实。成长后的东升依然是海潮托付领通时唯一信任的人。他和海潮互为对方的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也照出对方的可贵。我相信东升，更相信海潮的决策。海潮他初心依旧，他为理想，为领通，为祖国，虽千万人，吾往矣。爸爸，我们真的很快可以见到妈妈吗？我们待会儿就去坐大飞机，等到大飞机落地了，就能见到妈妈了。那外公外婆不和我们一起去吗？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我们在那边待得久，外婆又好一点的话，就会跟外公一起去看我们；如果待得不久的话呢，我们就直接飞回来了。我去看一下吧。好。司长来了。张总，司长说了一定要来送送你。对，说要走了，我来看看。厨房那么小？对，这边是客厅，不大。妮妮，爷爷好，真乖。这边是我们的卧室啊，这个是爸妈的卧室。知道你一回国就住这儿。当时大家都说，领通的海潮总啊，这个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太太、女儿住在一个小套房里住了很久，这回终于看见了。我觉得挺好的。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很冷清，现在大家
都挤在一起住，挺热闹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补偿。只不过现在妈妈生病了，老婆又出事了，很不习惯。老人那边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照顾好。谢谢。张总，熊大夫怎么说？情况已经稳定了吧？稳定了，不稳定我也不敢走啊。啊，领导让我给你捎个信儿，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在你身后，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出来。啊，还有那个华苑之心的刘总，也让我问候你。那我谢谢他们。那我们就告辞了。好。一路平安。谢谢。What are you trying to tell me, huh? That Zhang Haichao is going to appear in court, in person. Really and truly. It's not possible. Okay, where are you getting your intel from? He's not going to give up control of his company, okay? Li Tong will soon announce that Li Dongsheng will take over the position of CEO. Wait, what are you saying? Li Dongsheng screwed with him too? Kicked him out? Unfortunately, he took the initiative. He's prepared and... No. No!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什么叫应该没问题？肯定没有问题。当时那个配件就是在国内生产的，我牵的头。副市长亲自批示，就是花了很多钱，哎，很多钱啊！如果没有市里支持，没有长江，谁掏这些钱？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张海潮缜密。那时候就去 Jupiter 学了技术，所有的文件合同都做得很漂亮。我兄弟，清华毕业的，不要太滴水不漏。当时我还在那想，一个配件里的芯片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你别笑。就在救你的时候，如果当时配件搞定了，海潮肯定不会答应黄仲凯那些条件。这样也挺好啊。成就了一家中国通讯芯片公司，还能把 TF 收回来。是啊，结果好，一切都好。不过这场官司结束也不是真正的结束，还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落后国外几十年，为了不让我们追上，阻碍只会越来越多。阻碍多也是好事儿。当他们颁布比瓦森的安排更加穷凶极恶的法案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足够强大了，是危险。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能赢吗？输又怎么样？啊，上大学那会儿 GPS 定位赛输了，我说了一段话，还记着吗？杀死一只知更鸟。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啊？真正的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输，但你仍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这谁是鸟说的？
这是李东生10年前年轻的时候，在长城脚下发表过一次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说时说的。你看，记得多清楚，就是那个时候被我迷得神魂颠倒。10年了，现在想想看，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想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收购国外的半导体企业。我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东升就差点从 Brian 手里拿到 TF。后来遇上了911，功亏一篑了。当时周先生对我们说，当一个时代要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就算能提前知道我们会被时代所辜负，我们仍然要去尝试，坚持到底。没有犯罪，没有走私，更没有偷窃技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但我还有重要陈述，所以恳请法官和陪审团给我5分钟的时间。Thank you。 OK。记得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克雷格教授曾经跟我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科学家，我跟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边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在我创业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时刻，比如世东会突然要求我们把已经做好的通信芯片改成同频组网的支持，才能给我们牌照。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客户就是上帝，上帝有要求，凭什么不答应？也许疏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咬紧牙关，一定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创造奇迹，可以独立创新。为此，我累死了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阻碍另外一个国家发展科技。瓦斯纳条款做不到，更加严苛的法案也做不到。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拥有着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2001年，当配件生产出来的时候，它的体积是丘比特配件的3倍大。没错，我们的确只能做出来比你们落后2倍的芯片，但是也能用啊，接口也接得上啊，功能也没有问题啊。如果有一天出现了比瓦森纳安排更加严苛的法案，什么都不给我们，那么到了那一天，你们也会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而芯片是全产业链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我们不行，你们也不行。只有团结协作，才能生机勃勃。而如果在这个领域注定要一战的话，我们也无所畏惧。今天在旁听席上坐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伙人，更是我的对手。但是我张海潮一直在赢他，为什么？
因为我敢打碎了自己，从头再来。而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以来，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数度归零，再从废墟中重建。一个敢于从头再来的民族，还有什么做不到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标准得以全球商用，我国从3G 突破、4G 并跑到5G 超越，走出了一条集群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科创之路，回看，感慨万千；前望，奔赴赤日。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